孩无意间发现窗帘上竟然倒映出了女人换衣服时的画面，内心的欲望驱使着他缓缓上前，透过窗帘缝，他贪婪的想要看清里面香艳的场景，却不料因为太过专注，正好被女人抓了个正着。于是男孩急忙尴尬的转身，想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下一秒女人竟然掀开窗帘来到了他身边。嫂子晚餐。多大了？20。瞎干什么呢？女人是小镇上唯一的寡妇，为了逃出这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她一边开着小吃店，一边还干着兼职。周围人无不对她投去异样的目光，可唯独一个男孩却对此十分疑惑。看什么看？你也想去？没有。短短3分钟后，干完兼职的寡妇继续开门做生意，却正好看到几名混混正在欺负男孩。别在我这儿闹事啊！伯母和道夫，你心疼了？你俩什么关系啊？说什么呢？寡妇本不想和这些小混混纠缠，却不料他们越来越过分，甚至还喷了男孩一身的汽水。于是他手拿菜刀上前赶走了混混，并贴心的用纸巾帮男孩擦拭衣服。然而寡妇却也因此得罪了混混，于是他们又折返回来喷了他一身。哎，对，哎呀，我给你，哎，不是，嘎子儿，么大么小的。虽然男孩的行为很冒失，但寡妇却第一次从一个男人身上感受到了温暖。在对男孩卸下心理防备后，寡妇便主动叫他进屋，和自己一起好好洗洗身上的污渍。没想到这一洗却洗出了感情，男孩急忙尴尬的逃跑，独留下寡妇一人在那痴痴的笑。可是任谁都想不到，没多久之后，寡妇竟然惨死在了供热站。2名工人在清理锅炉时，惊讶的发现炉渣里竟然藏着一具已经烧成焦炭的尸体。接到报案的警方第一时间封锁了现场。可令刑警陈江河有些生气的是，厂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一辆运煤车。5点半，那送煤的车。说话的是这里的站长丁宝元。据他供述，昨晚厂子里就只有自己和2名夜班工人在，因为钥匙只有一把，所以不可能有外人进得来。平时晚上10点，只要夜班工人接了班，我就把门锁上。不过昨天晚上我锁门晚了点，大概11点锁。为什么呀？一个锅炉房用得上这么严吗？面对警察的质疑，站长解释说是因为怕丢煤，周围很多人都舍不得交供暖费，所以经常出现村民半夜进来偷煤的情况。外人不让进来，里面的人能出去吗？不能，不让出。如此严格的管理之下，居然还有人能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焚尸，这一切似乎不太好解释。不过随后丁宝元也坦白了部分情况，那就是虽然规定了站长必须24小时值班，但实际上他有事的时候也会外出。事发前一晚9点他就曾出去过一趟，直到11点回来才锁上大门，然后便倒头就睡了，直到早晨工人喊他时他才醒来。出了命案，为啥还让运煤的车进来？运煤车确实是丁宝元早上放进来的，因为厂里规定煤到了第一时间就要卸车，所以即使已经发现了有命案，却还是自作主张把他们放了进来。根据现有的线索，警方很快确定了当晚在站内的3个人，除了站长以外，另外值夜班的2个是一对师徒，尸体就是他们当班的时候被人塞进了锅炉。据2人交代，发现尸体以前他俩一直在下棋。然而可疑的是，明明值班室离锅炉房就20米距离，可他们却没有察觉到有任何人进来过。我们光顾着下棋了，这个再说那个炉子烧起来声音也大，就算有啥动静也听不见。案件侦破再次陷入僵局，不过法医那边却有了新发现，他们在锅炉旁共提取了6组脚印，分别是当晚值班的3个人和第2天送煤的2个人，而另外1枚脚印却不知道是谁的了。在调查这枚脚印的过程中，法医也确定了死者的身份，就是开头那个开小吃店的寡妇程春。就当警方继续深入调查时，丁宝元竟然外出逃跑了。在搜捕了1个多月之后，警方在一家银行的 ATM 机上发现了丁宝元曾使用过程春的银行卡。最后他们顺藤摸瓜，在一间出租房内成功抓获了丁宝元，他对杀死程春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于是被判了死缓。可令陈江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8年后的一天，丁宝元居然翻供了，拒不承认自己是杀死程春的凶手。说什么？一定别动，我是被逼着承认的。18岁的少女为了走出大山，不惜把自己倒贴给了大20多岁的老男人。然而还没等她拿到城市户口，对方就因为一场意外丧失了生育能力。意思就是说他以后是不是生不了孩子啊？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只是有这个几率。为了早日当上城里人，彩云每天在丁宝元的床前给他端屎端尿，最终如愿以偿和对方结了婚。然而在婚礼当天却突发意外，丁宝元市里的10几口亲戚在回城的路上，竟然和一辆大货车发生了严重碰撞，最终无一人生还。丁宝元因此继承了一笔不小的遗产，彩云也做起了闲太太，每天除了打麻将就是跳广场舞。这个原本不幸的女人就此成为了最幸运的人，甚至她还打破医学奇迹，结婚没几个月就怀上了宝宝。可就在她即将生产时，
丈夫却因为杀人焚尸被判了死缓。丁宝元本以为妻子在外会是个忠贞烈女，可没想到她才刚入狱没2天，就听监狱的大哥说自己被扣了顶帽子，为了尽快出狱报复这对狗男女。原本承认杀人的丁宝元居然翻供了，硬说自己当时是被严刑逼供才认罪的。为此他连续申诉8年，没想到还真被他上诉到了最高检。为了赶在检察院来之前弄清楚案件真相，市局派来罗警官复查此案。刑警陈江河是当时的主要侦办人，所以罗警官想邀请他一同办案。复查？没有必要，人就是他杀的。陈江河十分肯定人就是丁宝元杀的，可当罗警官问他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时，他却只能回答有嫌疑人的口供，并没有其他关键性的物证。口供的证明力是有限的。总之，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没有犯罪动机、没有物证，仅凭口供定罪的。有物证啊！丁宝元拿着陈春的银行卡取钱了。银行卡在哪？可能销毁了。可能。当然有可能，那还是没有物证。陈江河虽然极力想反驳，但这些关键物证他们确实一样也没有掌握。最终，在上级领导的威逼利诱之下，陈江河只能同意配合他一起复查此案。他们一起来到案发时的锅炉房，并将当时值夜班的那对师徒也叫了过来。罗警官十分怀疑凶手或许是他们，于是故意当着老刘的面叫走了他的徒弟王良。你把王良叫出去啥意思？刘三成什么反应？什么反应？你们市局破案子就靠这种雕虫小技？你破案就靠扯闲篇儿？还真别小瞧了罗警官的雕虫小技，他今天演的一出挑拨离间的好戏，竟然真让这个看似老实本分的老刘露出了马脚。当晚他着急地把女儿喊回家，对着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王良不能留了。在他们没注意的角落里，陈江河目睹了刘莹莹进门的瞬间。他今天下午才去看了刘莹莹身患白血病的女儿，可怜的孩子已经时日不多。刘莹莹身为护士本就很忙，现在还要照顾患病的女儿，所以基本从没回过家。可为什么今天他们才刚问过话，刘莹莹就突然回家了呢？这里面的猫腻陈江河暂时不得而知。为了进一步了解案发时的情况，罗警官又带着陈江河去了关押丁宝元的监狱。在提审他之前，陈江河意外得知他曾托狱警去书店买过一本叫《沙尘暴》的书，并且还连续看了这本书5、6年。难道其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5、6年天天看这本书，啥书？关桥写得好吗？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本书其实是彩云包养的小白脸写的。他拿着丁宝云的钱给对方出书，到头来每次到监狱探监时，却还故意穿着朴素的衣服在他面前哭穷。这个看似和案件并没有关联的女人，在陈江河接下来的调查中，却意外露出了马脚。据丁宝云交代，案发当晚他外出的1个小时，其实是接到了妻子的电话。妻子称被街上的流氓非礼了。他出去买东西，碰见了二溜子马进财，马进财对他耍流氓，对他又搂又抱的。我一听就火了，我就借着酒劲儿去找马进财了。可我找了他1个多小时，也没找到他。丁宝云之所以没找到马进财，是因为他的妻子彩云说谎了。其实并不是马进财骚扰他，而是他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主动送上门去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女富婆却自己钻进了老流氓的家。面对老流氓赤裸裸的调戏，女富婆不仅没有一丝反感，反而还主动让对方找个干净点的地方。好，咱们现成的马兰花。那你先去那儿洗好澡，等着我。说好了，别看这个啊。老流氓走后，彩云第一时间给丈夫丁宝元打去电话，说自己被人非礼了。接到电话后，丁宝元急忙从厂里赶来，可是找了1个小时，却连老流氓的人影都没看到。他万万不会想到，彩云竟然真的和流氓去了马兰花，而且2人还在一起待了1个多小时。毫不知情的丁宝元继续回到锅炉房值班，结果第2天，锅炉里就发现了一具被烧成焦炭的尸体。在警方持续1个多月的破案下，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丁宝元居然主动承认是他杀的人，于是他依法被判处了死缓。可谁又能料到，服刑了8年的丁宝元突然翻供，声称当年自己是被屈打成招的，甚至还一路上诉到了最高检。为了查明这起案件的真相，当年负责侦办的刑警陈江河配合市局来的罗警官一起开始了案件的复查。丁宝元在案发当晚曾外出过1个多小时，这是破案的关键。于是他们顺藤摸瓜查到了他的妻子彩云。据他社区的妇女主任讲述，丁宝元的这个媳妇可不一般。可自打丁宝元进去，他那张床啊就从来没有空过。哎呀，那个孙彩云啊，跟那个叫关桥的公开的住在一起。关桥？是啊，这事儿啊大家都知道，人家公开的进进出出，当着大家的面搂搂抱抱，还一口一个老公老婆的叫着。哎呦呦，真是没脸没皮没人管。
令罗警官有些疑惑的是，大妈在8年前的笔录上并不是这么说的，而是说丁宝元两人家庭和睦，夫妻恩爱。大妈见状连忙解释道，当年她只是不想拆散这个家庭，所以撒了谎。然而由于遗漏了这个重要信息，导致当时警方并没有仔细调查过孙彩云，现如今重启调查，必须要查出她当年究竟有过什么隐瞒。于是两人又马不停蹄找到孙彩云，此时的她正悠闲地打着麻将，对警察的出现也没有表露出什么惊讶。陈江河见状，直接指出了她和别人搭伙过日子的秘密。陈警官，你是男人，我是女人，是人都有七情六欲，对吧？我这么年轻，不能让我守活寡吧？再说了，我也没碍着谁呀。别碍着法律就行。结婚证能扯一个啊。罗警官可没有闲心和他扯这些八卦，于是命令陈江河马上问正事，问他知不知道丁宝元连续7年一直在上诉，说人不是他杀的这件事。孙彩云的回答有些意外，虽然没有明说，但话里的意思却在暗指丁宝元没有被冤枉。接着陈江河让他重新回忆一下案发当晚的事，果不其然，他提到了那晚被流氓马进才非礼的事。好死不死的那天晚上撞上他了，他一把把我搂过去，又亲又抱的，我衣服都让他给撕烂了。就跟他撕吧那会儿吧，我们家老丁就回家了，后来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为了求证孙彩云所说的情况，他们又第一时间赶到了马进才的家，没想到正好撞见了他在调戏良家妇女。可令陈江河感到意外的是，马进才居然否认了那晚曾非礼过孙彩云，实际情况是当晚他是自己找来的，还故意打扮得漂漂亮亮在他面前招摇。今天晚上几点找的你？9点半吧。这个时间正好是孙彩云给丁宝元打电话之前。随后马进才独自去开宾馆的间隙，丁宝元接到了妻子的电话，说自己被马进才非礼了。而丁宝元之所以找了1个多小时都没找到马进才，是因为那时候他正好和孙彩云在一起。宾馆老板的证词足以证明这些。等他进去吧，没一会儿，丁宝元他们家那口子扭扭捏捏的，拿个纱巾盖个脸也进来了。刑警陈江河在执行扫黄任务时，竟意外抓到了自己的白月光。他急忙尴尬地转过头去，不敢相信眼前让人唏嘘的一幕。然而令他更加痛心的是，没多久后程春竟然就遭遇了不测，甚至尸体还被人丢进锅炉烧成了焦炭。为了抓住真正的凶手，8年后的陈江河再次开启调查。在这过程中，他意外发现有一本名叫《沙尘暴》的小说，里面描写的内容竟然和当年的案件一模一样，甚至其中还包括了许多警方都没有掌握的细节。于是他立即传唤了这本书的作者关桥。让人有些意外的是，这个关桥目前竟然在和凶手丁宝元的妻子孙彩云同居。丁宝元现在突然翻供不承认杀人，正好和他书中描写的桥段一模一样，而且书上还说了丁宝元和程春有私情，他和程春之间也有着特殊的关系。难道这一切全都是真的吗？关桥，根据你小说的描述，你对程春因爱生恨，或者说内心萌生了占有欲。你觉得他背叛了你，所以产生了杀死程春嫁祸丁宝元的想法。在关桥的小说中，他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他趁丁宝元和程春私会的时候，偷配了一把供热站大门的钥匙，接着假借丁宝元之名约程春到供热站，然后在供热站的门外将其杀死，最后再用偷配的钥匙打开大门，把程春的尸体背进去塞到锅炉里烧成焦炭。完成这一切后，又联合孙彩云把这个罪名嫁祸给了丁宝元。那是小说啊，罗警官，那是文学虚构的。但你可是以第一人称说你是杀死程春嫁祸丁宝元的凶手。关桥连忙解释说，只有这样写读者才会爱看。当代很多文学作品都会用第一人称叙事，但自己书中的内容肯定是虚构的。不过他还是承认了的确和程春有过关系，而且丁宝元和他有私情也是真的，因为这一切都是程春亲口告诉他的。关桥并没有说谎，因为陈江河很快从当年扫黄的卷宗中发现了程春遗留下来的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了32位客人的电话号码，除去一个没有实名的卡号以外，丁宝元的号码赫然就在其中。有了这个关键性证据，丁宝元再也不能说不认识程春了。据他交代，自从结婚后就再也没联系过程春，但很快他就被再次打脸。警方调出了程春死前3个月的通话记录，里面丁宝元的号码出现了好几次。警察同志，这个就是因为程春后来做的皮肉生意，我才找到他几回。丁宝元案发当晚曾外出过1个多小时，所以罗警官大胆推测，他因为路上遇到程春对他纠缠不清，所以一气之下动了杀心。警察同志，这陈春纠缠我干嘛呀？按你这么说，这前前后后只要跟陈春有过关系的男人都有可能是凶手啊！罗警官被怼得无话可说。同样的，陈江河也被他接下来的话气到半死。陈警官，我听说你和陈春都是从洛城出来的，是不是你们也认识？有一本小说叫《沙尘暴》，你们看过吗？那里边写春和一个姓陈的警官好过，可精彩了。你这个怂货，
啥意思？案件调查再次陷入僵局，看着已经昏睡了8年的师傅老葛，陈江河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当年就应该听师傅的去调查程春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在丁宝元否认和程春相识后，就轻易放弃了这条线索。当年丁宝元认罪时，谎称程春当时在锅炉房里偷煤，自己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才失手杀死了对方。现在看来，程春偷煤的这件事肯定是丁宝元捏造的，两人之间也没有什么纠葛。既然杀人动机不存在，那丁宝元很有可能马上就被无罪释放。那他当年为什么供认自己杀了人呢？有一种可能，什么？替人顶罪。替谁顶罪啊？8年前的一场车祸让丁宝元的亲戚全部遇难，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他的妻子孙彩云。陈江河猜测可能是2个女人在抢一个男人时，孙彩云失手杀了对方，丁宝元为了保护她才出来顶罪的。孙彩云那天跟二溜子马进财在一起，没有作案时间，那就剩下刘三成、王良了。人随手从地下抓起一把木炭，接着把它们全都丢进了刚刚熬好的粥里，仔细搅拌均匀后，他特地舀了1勺木炭多的粥放进碗里，随后便转身走出厨房，把这碗特别的粥送到了婆婆的房间。没多久后，气急败坏的婆婆便拿着擀面杖追了过来。儿子，你这个臭婆姨，你这么糟蹋娘干什么？佛山，你媳妇打我呢！听到母亲的呼喊，男人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拉架，而是和对方一起家暴自己的老婆。门外的小儿子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因为他早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他居然也加入了施暴者的行列。快起来打我！起来！8年前，懵懂无知的大学生秦被人拐卖到了这里，很快他便被迫和一个单身汉成婚。婚礼还没结束，男人就迫不及待准备和秦生个儿子。眼看黑暗到来前的最后一扇窗户被关上，秦奋不顾身想打开大门逃跑，不料却被男人一把抱住，接着将他重重摔在床上。可秦依旧没有放弃，然而他越反抗，男人就越兴奋。最后迎接秦的是一记记响亮的耳光，他暂时屈服了，在接下来的日子被迫给男人生下一个儿子。本以为孩子的出生会给自己带来好运，可没想到男人为了防止他逃跑，即使在坐月子期间，每天也只给他半个掉在地上的馒头。看着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孩子，秦不想这样屈服下去，于是偷偷带着孩子开始了第一次逃跑。然而这里全是黄土高坡，秦也不知道哪个方向才是通往外面的路，最终不出所料的，还是被追来的村民给抓了回去。秦是倔强的，即使每次被抓回去都会迎来一顿毒打，可她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逃离这里的想法。终于她等到儿子大了，于是便故意惹怒丈夫一家，让他们把自己打到遍体鳞伤。就当男人以为把秦打怕了时，执着的秦却硬挺着伤痕累累的身体，马不停蹄带着儿子逃了出去。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秦确定自己能在最快时间内找到出去的路。可他没料到的是，亲生的儿子居然叛变了，不顾他的阻拦，硬是要跑回去找爷爷奶奶。秦声嘶力竭地喊着，却依旧没有打动儿子的心。最终他只好咬咬牙，打算等自己先出去后再回来救儿子。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居然是儿子回去通风报信的。赶来的村民再一次将秦给抓了回去。妈妈，你疼不疼？在这次近乎丧心病狂的暴打之后，男人本以为秦会就此认命，然而他偏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秦先是手刃了那对带给他厄运的公婆，接着又了结了没有人性的男人。最后，他本想将那个已经被同化的儿子也一并带走，可举起菜刀的那一刻却犹豫了。他最终还是没能下得去这个狠心。在一把火烧光这个充满了噩梦的地方之后，秦终于解脱了，可他亲生儿子的心却死了。救救他们吧！你救救爷爷奶奶他们！救救他们！儿子的话像是一盆冷水，彻底浇灭了他那颗向往自由的心。最终，秦放弃了逃跑，主动向当地派出所自首。然而，还没等到法院的判决下来，他就因为积劳成疾的重病早早去世了。转眼多年过去，秦的儿子王良也已长大成人。不过，让人意外的是，他居然成了一桩杀人焚尸案的重大嫌疑人。刑警陈江河在调查王良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他和一名省城来的女人关系不一般。这刘英是你们医院的护士吗？什么时候来医院的？差不多有7年了吧。省城一毕业就到我们这儿当护士了。女人明明是拥有城市户口的高材生，却在这个小地方当了7年的护士。来的时候生过孩子还是没生孩子？来的时候没有，大概不久。来年有7、8个月就生了多多。据院长叙述，刘莹莹在6年前曾生下一个女儿，然而奇怪的是，所有人却都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多多，刘多多，你不是孩子的父亲吗？他是孩子的舅舅。不久后，多多患上白血病，急需移植骨髓。刘莹莹没有配对成功，王良想要去试试自己的行不行。可是直到多多去世，刘莹莹也坚决不肯让他去做配对。多多去世的那天，王良哭得声嘶力竭，甚至比他亲生母亲表露出来的还要伤心。就当王良因为这件事难过的时候，他工作的锅炉房竟然又被塞进去一具尸体。竟然好着，掉出来了！不是刚放进去吗？不是猪。 8年了，
从那个锅炉里边掉出2具尸体。最可笑的是，在现场破坏痕迹的居然是咱们刑警。为了调查8年前的锅炉焚尸案，警察从村民家里买了头和死者体重差不多的猪，正准备把猪塞进供热站的锅炉时，意外却发生了。不是早上5点就该吃炉渣了吗？怎么这么早？对不起，厂长，昨天晚上睡太死了，只记得装煤，忘了出炉渣。一定要把猪放到传送带上。罗警官在把这个任务交代给工人以后，便和其他人一起去值班室休息了。结果没想到才过去一会，意外就又发生了。竟然好这掉出来了！不是刚放进去吗？不是猪。刑警们第一时间冲了进去，随后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和8年前一样，同样是一具已经烧成焦炭的尸体。随后警方接到刘莹莹报案，说她的父亲昨晚神秘失踪了。经过法医鉴定，死者正是这座供热站已经退休的工人刘三成。8年前，就是他和现在的站长王良发现的焦尸。于是刑警迅速封锁了刘三成的家，并在他家里搜到了一张8年前死者的银行卡。这个物证相当重要，当年警察就是凭借这个裁定了丁宝元的罪。然而当陈江河再次查看当年的监控时，却意外发现一个被他们忽略掉的天大的漏洞。丁宝元明明瘸的是右腿，可银行监控里的人瘸的却是左腿，这很明显是有人嫁祸给了丁宝元。也就是说，当年装成瘸子误导我们警察的是刘三成。假设刘三成是当年的凶手，8年前他和王良一起发现的焦尸，而他现在却死了，所以他的徒弟王良极有可能和这次案件有关联。于是警方马上把他和值班的工人召集到一起。让陈江河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今早站里所有的人都睡过头了呢？据值夜班的工人们讲述，昨晚王良是10点多才回站里的，在那之前，他曾6点半去医院看望过刘三成的女儿刘莹莹。王良回来之后，还给工人们带了一顿丰盛的夜宵。平时吃夜宵吗？你们？平时吃，但是站里不给提供，要吃得自己掏钱买。对，我们王站长人挺好的，这隔三差五的就会给我们带一些夜宵，我们一块儿吃。吃完干劲十足是吧？充满你人心的。陈江河边笑边问他们昨晚难道就没喝酒吗？工人们看了眼王良，随后便开心地承认每人不仅喝了3、4瓶啤酒，还干了一整瓶高度数的白酒。就知道喝酒是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都不知道，不管是你们谁的主意啊，今年奖金全部扣发。耍小聪明的厂长还想撇清关系，殊不知此时的陈江河已经彻底怒了。他质问工人，酒后难道就没聊些什么话题吗？王良刚想开口回答，2个工人却抢先一步说，因为刘莹莹的女儿死了，所以昨晚他们一直在开导王良，其他的也就没聊什么了。而且由于昨晚他们都喝多了，醉的连怎么回房间的都忘了，所以并没有发现站里有什么人来过。这些回答看似没有破绽，但警方还是立即把他们分别录了口供。与此同时，罗警官记录下了猪从锅炉调出的时间，以此反推出8年前的焦尸是半夜1点半放进去的，并不是在丁宝元外出回来的11点。结合之前的诸多证据，基本可以证明丁宝元无罪。但刘局长却怒了，这次因为罗警官的实验，让他们这些刑警破坏了案发现场，可其实也不是一无所获。根据现有的证据，王良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之前我一直在强调刘三成、王良不可能联手，理由是他俩要是联手，陈春从炉子里调出来，肯定会立马被塞进去，烧成灰的。我错了，同意。目前最大的嫌疑人是王良。与此同时，法医根据王良和刘三成孙女的 DNA 比对，证明了王良就是刘多多的亲生父亲。谢谢啊。不是舅舅吗？刘莹莹究竟为什么要隐瞒王良是多多父亲这件事？他们之间到底有着什么秘密？在随后的调查中，罗警官推断出刘三成是在凌晨3点40被丢进锅炉的，而在此之前，他曾给王良和女儿刘莹莹打过电话，之后8点多骑车出门后，就永远从监控中消失了。所以在监控的死角处，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刑警无意间发现，供热站站长的虎口处有着一排深深的牙印，他的师傅昨晚被人丢进锅炉里烧成焦炭，而他却正巧和2名值班人员昏睡了一整晚。事后据法医检测，他们3个人的体内都含有高浓度的安眠药成分，所以案发当晚都陷入了深度睡眠，从而对站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可刑警陈江河却仅凭王良手上的牙印，就推断出他是杀害他师傅的凶手。他的血液里还含有高浓度的巴比妥成分，他怎么做到的？保持清醒啊！前天我们在院子里等那个猪掉下来，他端着茶杯问我们喝不喝茶，喝不喝茶。我发现他的右手上有一个深深的牙印，他算好了一切，就是没有算到我们突然来做猪的试验。
根据猪的实验计算出，尸体在锅炉里烧一圈掉出来的时间是4个小时。刘三成遇害大概是在8点多之后，晚上10点半，王良带着夜宵回来请工人们喝酒。喝酒之前，他们把锅炉里上满了煤，而上煤的间隔大概是5个小时，所以如果在12点左右把人塞进去，那么烧焦的尸体在掉入后扎香之后，就会正好在下一次上煤时被发现。所以王良经过详细计算后，发现如果在3点塞入尸体，然后在5点钟喊醒工人起来上煤，他们因为吃了安眠药都很困，就会偷懒不及时清理炉渣，这就导致后扎箱被填满之后，上面的炉渣就不会继续往下掉。紧接着，那些已经烧过一遍的炉渣就会跟被烧焦的尸体一起再次进入锅炉，重复再烧4个小时就能彻底化成灰了。王良本以为计划的天衣无缝，却没料到警察一大早带了头猪来站里做实验，这才导致尸体意外掉了出来。为了查明案发当晚究竟都发生了什么，警方先是调出了当晚医院的监控，发现王良6点多曾来找过刘莹莹，紧接着2人便去了走廊尽头的护士休息站，那里是唯一没有监控的地方。直到9点40，王良才从医院离开，而刘莹莹则一直在休息室待到早上6点。期间有个同事曾去看过，确定她一直就在那，没有出去过。刘莹莹对案发当晚她跟刘三成通那么长时间电话有什么解释？他说自从孩子死后，他很伤心，一度也不想活了。和刘三成通电话呢，也是诉说自己的心事。但是从实际上来看，他和刘三成通电话的时候，应该和王良在一起。不仅护士休息站没有监控，就连供热站的监控都在半年多以前坏了。由于供热站的3个人体内都检测出了安眠药成分，所以罗警官十分怀疑是王良在看望刘莹莹的过程中，刘莹莹利用植物质变给他的安眠药，然后王良在回供热站的途中又悄悄把药加进了夜宵里。不过这些都只是猜测，因为他们在吃完夜宵之后，把装食物的塑料袋和筷子都扔进炉子里烧了，就连喝酒的杯子也洗得十分干净，所以并不能直接证明是王良下的药。为了获取更多的线索，警方第一时间传唤了王良。你对刘三成的死怎么看？我师父从小就对我很好，他甚至比我亲爹还要亲。那个人几乎就是当着我的面把他给害了。我一想到这，我就……罗警官，求求你了，求求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凶手。王良全程都是一副悲痛欲绝的模样，而且在随后的回答中也没有暴露出任何一丝破绽。于是陈江河又去了一趟护士站寻找线索，转悠2圈后，没想到他竟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窗户边就有楼梯，顺着楼梯爬下来是一堵低矮的围墙，从这里翻出去，完全可以在3小时内完成杀人藏尸再返回。就在这时，陈江河突然接到同事的电话，说查到了8年前焚尸案死者的银行卡记录。让人奇怪的是，一直生活在县城里的程春，却分别在02年和03年的3月跟9月，在省城银行取了3600块多一点，连续4次金额都一样，而且都是大学开学的日期。陈江河瞬间意识到了不对，于是立马跑到宋大妈家，并从她口中得知刘三成还有一个儿子刘大志，目前正在省城的大银行当领导。巧合的是，刘大志上大学的时间正好是02年。徐老师，你还记得02年每个学期的学费是多少吗？就大致读的这个金融学专业吧，一学期大概是3600多。富婆意外得知自己内判了死刑的丈夫竟然要无罪释放，于是她赶紧进屋叫醒熟睡中的小白脸。不能住了，快起来！丁宝元要回来了。丁宝元听到丁宝元的名字，原本还犯困的他瞬间就精神了，随后急忙和富婆收拾好东西准备搬家。你知道吧？他得赔好多钱呢，8年，他蹲了8年，这得赔多少钱？这得赔100-200万啊！听到这个惊人的数字，原本还打算私奔的孙彩云瞬间改变了主意。丈夫入狱后虽然给她留下了很多钱，但因为这些年来既要养儿子又要养白脸，其实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为了这笔100-200万的荣华富贵，孙彩云计划哄走这位只会画大饼的累赘。她先是表明立场，承诺自己只爱他一个，接着又把丈夫形容成一个傻子，说他在监狱里待了8年，脑子早就退化了，不可能知道2人的关系。再说了，这8年来他每个月都会带儿子去探监，在他心中自己就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等他出狱以后，自己肯定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钱骗到手。不走了，那我们4个，你是不是傻呀？我和壮壮留下来，你先回家不就好了？在孙彩云的一顿忽悠之下，关桥果然相信了。为了让戏演得更加真实，他又特地给儿子交代了一番话。爸爸，孩子，过几天呢，你监狱里那个叔叔啊会来咱们家住，你呢就管他叫爸爸。车外的孙彩云眉头紧皱，虽然她特别想拿到这笔钱，但心里其实也一直在担心一件事。刚才罗警官在告知他丁宝元可能无罪时，曾说过对方是为了给他顶罪才进去的。他和关桥那个时候就好上了，所以为了丁宝元继承的巨额遗产，他就联合王良师徒一起陷害了对方。公安这案发当晚，只有丁宝元、刘三成师徒3个人当班。我呢后来查了一下你的户籍资料，你跟王良都是洛城人吧？所以你找王良帮你撒了谎。
8年前的锅炉焚尸案究竟是谁干的？就在刑警陈江和百思不得其解时，当年发现焦尸的刘三成也被人丢进了锅炉。随后根据调查，刘三成的徒弟王良和女儿刘莹莹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了知晓刘莹莹的作案动机，陈江和专门去了一趟刘莹莹曾就读的高中。据他的班主任介绍，当年他和他弟弟2个人都考上了省重点大学，可刘三成因为没钱，便强迫刘莹莹把志愿更改成了大专。我要是上大专的话，3年就毕业了，就可以赚钱了。刘莹莹懂事的令人心疼，后面她虽然上了大专，但成绩却一直没有落下，始终都是学校的第1名，还谈了一个家里父母都是省城干部的男友。他们家提前帮她安排好了省公立医院的工作，就等她毕业以后结婚了。然而命运却再次跟她开了一个玩笑，因为被同学极度造黄谣，男友在最后1个学期抛弃了她。说实在的，就是不靠那个男孩，刘莹莹还是能够留在省城的，因为她的学习一直是我们全校第1的。学校里的这些流言蜚语对刘莹莹的影响太大，最终她还是放弃了留在省城，回到小县城当了一名小护士。然而才刚回去7、8个月，刘莹莹竟然就生下了一个小女孩。明明王良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可是直到孩子因为白血病去世，他也没有对外公开这个秘密。要不是陈江河偷摸给他们做了亲子鉴定，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刘三成祸害了女儿的一生去供养儿子，可儿子刘大志却连结婚都没有通知他去。后来生了儿子，说回来探家，人家压根儿就没回来。人头狗头都没伸一伸。上大学的时候回来过吗？好像回来过。其实刘大志前2年的大学学费都是一个当地的风流女人给他出的，那时才刚02、03年，1万多块钱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程春为什么心甘情愿为他花这么多钱？2人是否发展过一段违背伦理的忘年恋？04年程春惨死锅炉被烧成焦炭，是否也和刘大志有关系呢？8年后的今天，他父亲以同样的方式死去，这其中是否也有他的参与？在查阅监控的过程中，罗警官意外发现，可能杀害刘三成的除了王良和刘莹莹以外，还有第3个人的存在。那这个人会是刘大志吗？刘莹莹、王良负责投药，那个人在中途杀了刘三成，然后在凌晨3点，大家熟睡的时候，把尸体塞进了锅炉。沙尘暴里程春被杀的真相终于揭晓，原来真是刘大志失手害死了他。你站起来呀！你别装神弄鬼的啊！猴子，你说话呀！这个丧良心的负心汉刘大志，自从上了大学后就故意躲着程春不见，因为太过想念程春，便瞒着他偷偷带了点特产来到学校。然而他这些所谓的高知识分子同学，却对这个农村来的妇女充满了偏见。刘大志，你嫂子来了！哎呀，大福，下雪了！你咋来了呀？我来看你呀。程春的突然到访，再加上同学们的嘲笑，让刘大志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极力想要掩饰2人的关系，可迎来的却是同学们更加过分的玩笑。此刻的刘大志特别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然而程春却没看出他的狼狈，又继续伸手抚摸他的脸颊。这看似关心的动作，却让刘大志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厌恶。他的沉默震耳欲聋，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妇女哪能看得出来？他以为刘大志是在怪他不够体贴，于是又贴心的为他脱下鞋子，换上新鞋垫。多合适！嫂子啊！我也想要一双。哎，行了，回头嫂子给你拿。哎，窘迫到极点的刘大志急忙硬拉着程春离开。不过由于之前受过他太多恩惠，刘大志也不好直接冲他发火，于是就拐弯抹角的让他赶紧回家去。不料程春接下来的话却差点把刘大志吓死。他这次来了，竟然就不打算走了。我刚才问了你们那个宿管大姐，她说你们这儿还缺宿管呢，我就寻思着，要不我就不走了，在这留下来当宿管。程春的想法令刘大志彻底慌了神，急忙帮他拿来行李后出校门打了辆出租车。师傅，到客运站走。50块钱够了吗？够了，够了。这是程春第一次因为刘大志生气，连一句招呼也没有打，就坐着出租车离开了学校。而立在原地的刘大志在观察4周没有同学后，便像是扔垃圾一样扔掉了程春对他深深的爱意，而程春的心似乎也在这一刻死掉了。这个他倾尽了所有去爱的大男孩，果然还是和那些过客一样，打心眼里都是坏的。之后的日子里，程春仿佛什么都没变，直到在一次扫黄打非中被当场抓获。他失业了，同时也失去了在这个小县城生活下去的勇气。于是他想方设法去找刘大志，求他兑现诺言，把自己带出去。然而此时的他在对方眼里就像个瘟神，躲都来不及躲，更别提和他见面了。终于在一个漆黑寒冷的冬夜，程春总算堵到了刚上完网回家的刘大志。刘大志转头就想跑，可程春却在后面紧追不舍。最后因为程春边追边喊得太大声，刘大志害怕坏了自己的好名声，只能被迫问他找自己有什么事。程春找他有什么事，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明白，但如今臭名远扬的他怎么能配得上高贵的自己？上大学之前，你给过我2万块钱，等毕
别的也挣了钱就给你。程春还是不死心，即使他听懂了刘大志话中的含义，却还是依旧恳求他把自己带出去。于是两人在一拉一扯中，刘大志失手推倒了程春，摔倒后程春的头正好撞在了石台上。发现他断气后，刘大志彻底慌了，于是赶紧打电话给在锅炉厂上班的父亲。别哭了，你现在把那个尸体先找个地方藏起来，过了12点，你把他背到锅炉房来，挤到锅炉里。于是刘大志先把程春的尸体藏了起来，而此时正在锅炉房值班的刘三成，则在计划着该怎么才能瞒过徒弟王良。为了分散对方的注意，他主动提出在一起下几盘象棋，随后又以年纪大了怕冷为由，让王良背靠着窗户坐在自己对面。然而还没等两人摆好棋子，站长丁宝元却突然走进了值班室。玩上了？煤都加了吗？加完了。别光顾着玩，勤看着点水压表。与此同时，刘大志背着程春的尸体前往供热站。明明供热站的钥匙只有站长丁宝元那有一把，可等刘大志到达时，门却莫名其妙的自己开了。于是他蹑手蹑脚的背着尸体往锅炉房那走，不料中途却发生意外，程春的腿正好碰到了消防箱，发出的声响瞬间吸引了王亮的注意。万万没想到，原来沙尘暴中的刘莹莹竟是被抱养来的。你弟说的也没错，你是我抱来的。8年前，刘大志失手害死了寡妇程春，父亲为了帮儿子隐瞒这个秘密，强迫女儿和知情的徒弟发生了关系。因为特别仇恨他们，所以女儿一生下来就被刘莹莹丢到了外婆家。本想这辈子都不再去管这个孽种，可在查出女儿患有严重的白血病之后，看着她那可怜兮兮的样子，刘莹莹马上转变了之前的想法。她必须要治好自己的亲生骨肉，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几十万的治疗费用是最基本的，最关键的是要找到适配的骨髓做移植手术。刘莹莹立马和刘三成去做了配对，可结果却都没配上。他亲生母亲都配不上吗？刘师傅，母女匹配不上啊，是很常见的。小刘，孩子的父亲呢？叫他尽快来做配型啊。刘莹莹不愿和王良再有瓜葛，于是刘三成就劝他现在救孩子要紧，其他的事情暂时先别去想了。然而遗憾的是，身为亲生父亲的王良居然也没有配对上。你不是有个弟弟吗？尽快叫他过来做匹配。没配上？怎么可能没配上？吴大夫，你是不是搞错了呀？我们2个人怎么可能？没办法，刘莹莹只好打电话去求省外的弟弟回来做配对。然而如今的刘大志早就飘了，对自己的亲外甥女根本一点不在乎，借着工作繁忙为由匆匆挂断了电话。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女儿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于是刘莹莹只能再次去联系刘大志。可是他却说最近正在和客户谈大项目，不可能有时间专门回去跑一趟的。要不是因为你的事儿，我也不会生下多多。她是你外甥女。行了，你是条人命啊！别说了啊，她是我亲外甥女吗？你也知道你咋回事，我肯定配不上啊。其实刘大志说的也不算错，毕竟他和刘莹莹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配对成功的几率十分渺茫。但刘莹莹却因为当年被强迫的事情，内心始终觉得刘大志亏欠自己很多。于是他回家找到父亲刘三成，逼他立刻去省城把刘大志带回来。只是没想到的是，刘三成接下来的回答彻底震碎了刘莹莹的三观。万一配上了，你还真抽你弟骨髓啊？我不是要抽他的骨髓，我就要他一管血提取造血干细胞。你放心吧，对他身体不会造成任何影响。没影响，没影响，为啥大家都不愿意捐？你什么意思？大志的一管血比我女儿的命都重要吗？你不要忘了，大志是怎么有的今天。最终，刘莹莹用当年的事情威胁刘三成，他这才不情不愿地去了省城。然而这一趟却并没有把刘大志带回来，对方只让父亲带了2万块钱。至于回来做配对，那绝对是挤不出来时间的。他干的工作很重要，领导不让他离开。最终，刘莹莹在绝望之下送走了还没满7岁的女儿。为了报复这对父子，她先是和王良联手杀死了刘三成，再将他的尸体和程春当年一样塞进锅炉烧成焦炭，最后再借给父亲办丧事为由，喊回了7年没踏进过家门的刘大志。此时的刘大志还不知道，等待他的结局将会和父亲一样。不过在此之前，刘莹莹还要他亲自在女儿的坟前忏悔。姐，你这么年轻，将来还有机会生。当姐的呀，走到这份上，真是够格的。走吧。刘大志临走前，王良却突然喊住了他，手里拿着铁锤，面色凶狠地让他给父亲上炷香。明天多多葬礼结束吧，你就先回去吧，把这个命由我。随后，刘大志开车返回酒店。然而，令他有些不安的是，总觉得背后有个人一直在跟着他。酒店的电梯依旧没有电，刘大志只能摸黑去走旁边的应急楼梯。就在他刚刚踏上2楼的时候，1楼的安全出口突然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他跟随着刘大志的步伐，一步一步地往楼上走去。
沙尘暴大结局来了，刘莹莹终于对那个毁了她一生的王良下手了。王良，我一直都没有正眼看过的一个男人，为了我，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挺傻的。8年前，刘三成为了替儿子隐瞒杀人的秘密，强行把女儿嫁给了知情的王良。刘莹莹就这样被迫和对方发生了关系。不久后，她因此意外怀孕，趴在男友家的厕所呕吐不止。男友妈妈出于关心，把她带到医院检查，结果却意外检查出了怀孕。你眼睛瞎了是不是？什么女孩都往家里带，你觉得她好，这背着你还不知道做了什么呢？之后被迫产子的刘莹莹恨透了父亲和王良，但是直到女儿因病去世，埋藏在她心底的仇恨才彻底爆发。于是她联合王良一起杀死了刘三成。可就当他们准备去解决掉弟弟刘大志时，顶罪入狱8年的丁宝元却突然找上了门，他死死掐着王良的脖子不放手。谁都没想到，原来王良才是当年害他去坐牢的罪魁祸首。也就是说，那人是我杀的，不管怎么问，你一口咬死了。原来当年孙彩云为了霸占丁宝元的财产，故意让王良帮助自己说谎，因为那晚只有王良师徒在值班，所以丁宝元对他说的话深信不疑，由此为了保护妻儿顶罪入狱了8年。出狱后，丁宝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手弄死那个小白脸。解决掉关桥后，他便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王良身上。千钧一发之际，刘莹莹突然出现，将他给敲晕了过去。随后他们诱导丁宝元，说他承受的一切都是刘大志害的，怂恿他先去杀了刘大志，以后再来找他们算账。丁宝元乖乖听话，却没料到下一秒就惨遭王良的毒手。而且痴心的王良为了保护心爱的刘莹莹，决定去杀光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于是他又去杀了孙彩云，只是没料到对方居然擅长装死。等王良离开后，他便立马拨通了报警电话。在此之前，刘大志的妻子也向警方报了失踪案。经过半天的搜索，最终在沙地中找到了已经死亡的刘大志。在调取监控排查的过程中，刑警陈江河意外发现丁宝元在案发前曾在王良家以及刘大志住的酒店旁停留过。这时又接到孙彩云的报案，于是警方立即对王良和刘莹莹展开抓捕。只是此刻的他们已经驾车逃跑了。刘莹莹想让王良一直往外开，可王良却停在了去往老家的岔路口。他不愿意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于是转头开向了那条通往幸福的死路。警车很快追上，刘莹莹在发觉这个情况后，竟拿出一把刀捅向了王良。你记着，所有的人都是我杀的，赶紧吧，回去陪多多。莹莹，如果我们2个只能活一个的话，我希望活的那个人是你。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没听刘莹莹的话，义无反顾地冲进了荒漠之中。审讯室中，刘莹莹向警方坦白了所有人都是王良杀的，但她其实也都是受了自己的指使。自从警方开始重查8年前的焚尸案时，刘三成就说要除掉知情的王良，而且还要让刘莹莹亲手去杀。父亲的绝情让他感受到了绝望，于是便当着王良的面说要去杀了刘三成。刘三成是王良的再生父母，即使他万分下不去手，但为了刘莹莹，他还是去做了这件大逆不道的事。因为刘莹莹怀孕了，为了给多多做配对，他又和王良怀了个孩子。即使知道刘莹莹这辈子都不会爱他，却还是心甘情愿为了他去做任何事。经历过这些以后，刘莹莹渐渐对王良不再那么反感。本想着就这么生活下去时，弟弟刘大志却在他面前说了和父亲一样的话：咱们得想办法除掉王良。谁去啊？你去做掉他？你开什么玩笑？我可不想脏了自己的手。刘莹莹再一次对这个唯一的家人失望了，于是在丁宝元出现后，他便顺水推舟让他去杀了刘大志。但刘莹莹也深知丁宝元不会放过所有人，所以王良为了保护他，在丁宝元行凶后用铁丝将他给勒死。自此，所有谜团全都一一被揭晓。在送去看守所之前，刘莹莹希望再去和王良见最后一面，可陈江河的表情却突然凝固住了，因为王良早在抓捕时就已经陷入了流沙。陈江河伸手想去救他，可他却固执地放弃了生的希望。直到生命的最后1秒，王良想的都是把一切罪全揽在自己身上，他想让刘莹莹重新开始，同时也是为自己当时种下的因果赎罪。看着王良冰冷的尸体，刘莹莹第一次为了这个痴心的男人流下眼泪。刘莹莹，王良的后事你有什么意见？让他跟多多在一起吧，他是多多的爸爸。